德国，你到底在玩哪一出？咱们最近估计都挺火大的，为啥呢？德国联邦议会干了件特不地道的事儿，他们居然把一个被咱们大陆连夜通缉的台独分子叫沈伯洋的，请过去开什么听证会。哎，你没听错啊，一个通缉犯啊，跑去德国的大会堂开会。这还不算完，这家伙还嚣张到什么程度啊？他专门跑到德国的国会大门口，拿着手机拍视频，对着镜头喊话，挑衅咱们。这事啊，真是让人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咱得说说德国最近这迷之操作。哎，你记不记得就在上个月，他们那个外长叫什么瓦德富尔，本来定好了10月26号要来中国访问，结果呢，临出发前他管不住他那张嘴，非得对咱台海问题指手画脚，说什么反对武力改变现状。这话说的听着好像爱好和平啊，其实不就是在给台独撑腰吗？干涉咱们自家事儿。结果呢，咱能忍吗？当场就怼回去了。这个瓦德富尔一看没脸来了呀，找了个会谈安排不过来的破理由，取消了行程。这谁看不懂啊？这不就是咱们不欢迎他了吗？连最起码的尊重都不懂，你来谈什么呀？这个事才过去几天啊，1个月不到，这边的外长刚把访问搞砸，那边议会又开始作妖，请通缉犯。最有意思的是啥呢？他们那个副总理兼着财政部长叫克林拜尔的，原定11月中旬，这不就这几天吗？他要来中国访问。哎，我就纳闷了德国这到底是想干嘛？你们是真不懂规矩啊，还是故意给中德关系上眼药？一边派财长来，合作合作，赚钱赚钱，一边又在咱们最核心的问题上拿刀子捅咱们，这玩的是精分啊，还是好人坏人一人玩一遍啊？今天啊，咱把这事好好聊聊。咱先说说这个沈伯洋啊，前段时间呢，咱们重庆公安已经点名道姓了，正式对他立案了，告他个涉嫌分裂国家罪，这可是重罪啊。咱们这边说的很明白不光有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还要把他名下的资产给冻结了，说是2亿3千万新台币，换成人民币也得好几千万呢。那这帮搞台独的，个个都是身价不菲啊，这钱哪来的呢？咱们之前都介绍过了而且咱这边查的挺细，连他在国外的那些虚拟货币账户比特币以太坊都没放过，全给冻了。咱们的态度就是不排除全球通缉。这简单说这个沈伯洋就是个被盯上的台独要犯。按理说他走到哪儿都应该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才对可是邪门的就来了当地时间11月12号，这个家伙就这么走进了德国联邦议会，去参加一个什么会呢？名字特别长，叫什么独裁国家假信息对民主与人权威胁听证会。你听听这个名把自己包装的好像他是个民主斗士似的呀。就像我开头说的，最气人的是他那个视频，他站在德国国会门口对着镜头说，中国大陆一直说我不能出国，说我出国就会被逮捕，但是你们看，我现在就在德国国会的门口。那我知道呢，中国现在对我准备展开追缉一直说我不能够出国然后呢，出国就会被逮捕。但大家看到现在呢，我就在德国的国会的门口。我现在呢，即将以台湾立法委员的身份进去作证，为自由、为民主来作证。你听听，这是什么态度这简直是把分裂国家当成光荣事迹了，把挑衅大陆当成本事了他哪来的胆子呀？背后不就是民进党当局给他撑腰吗？这些年呢，民进党那帮人天天抱着那个台独的黄粱美梦一边又想尽办法跑到国际上去刷存在感，到处散布台湾独立的假消息就是为了跟咱们大陆的执法对着干。这次沈伯洋跑到德国，说白了就是民进党以外谋独的又一场烂戏。他想干嘛呢？不就是想借着德国议会这个台子给自己壮胆吗？想跟岛内那帮人喊话，你们看我有杨大人撑腰，我牛吧？可是他们忘了，老天是长眼的，搞分裂国家自古以来有几个有好下场的？这沈伯洋在会上还装模作样，胡说八道，说大陆对台湾搞什么舆论诱导。得了吧他自己就是那最大的假消息源头，这根本就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咱国台办很快就出来说话了，说的特明白台独分子越是这么疯狂的往外跑，越是这么跳着脚的挑衅，越说明他们心里慌。为啥慌呢？因为咱们惩罚台独那把利剑可一直悬在他们脑门上呢。你现在蹦跶的越欢，将来拉清单等待他们的最后一定是法律的严惩。沈伯洋这个事儿清楚了，咱回过头来说说德国。德国议会请他可不是什么不小心搞错了。就像我说的，上个月外长瓦德富尔刚作完，这个月议会有来，这已经是短期内第2次挑衅了，而且请一个被通缉的台独分子，这个性质
可比那个外长动动嘴皮子要严重的多。这是在用行动给台独站台啊！我就纳闷了，德国为啥就不长记性呢？为啥非得反反复复在咱们中国的红线上疯狂试探？这背后的原因啊，其实也不难猜。第一，德国国内的政治，他们现在那个政府啊，是好几个党拼起来的，里面就有那么一股反华势力。这帮人呢，天天就想拿着咱们的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说事儿，为啥呢？博眼球啊，捞政治资本啊！他们根本不考虑中德关系的大局，他们只想着自己下次选举能不能多几张票。这第二呢，他们可能还抱着幻想，什么幻想？他们可能觉得拿这个台湾问题当个筹码，就能给中国施压。哎，你看我在你家门口点火了，你是不是得给我点好处，我才不点火呀？太天真了，太愚蠢了！他们忘了台海问题是咱们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不是能拿来谈条件的东西。你在这个问题上挑衅中国，你唯一能得到的就是坚决反制，你占不到任何便宜。这最有意思的、最讽刺的来了，这德国现在的经济怎么样？哎呦喂，那日子也不好过呀！能源危机那波冲击还没缓过来呢，他们引以为傲的那个制造业压力山大呀。那德国经济现在靠谁输血呢？中国，咱是德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给个数据啊，就今年前3季度，咱俩的贸易额1.3万亿人民币，连续好多年啊，中国都是德国在全球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咱说点具体的，像这个德国的汽车，什么宝马啦、奔驰啦、奥迪啦、大众啦，他们在哪儿卖的最好？在中国呀，常年占他们全球总销量的20%、30%，有的牌子啊甚至更高。还有他们的机械、他们的化工产品都高度依赖中国这个大市场。那你现在看明白了，一个经济不咋地，非常需要中国市场来回血的国家，一个汽车、机械都指望卖给咱们的国家，他却在咱们最不能忍受的核心利益上不断的挑衅，这不就是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吗？这不就是一边求着你买他东西，一边还想扇你耳光吗？这操作我实在是看不懂啊！哎，你说现在最尴尬的是谁？就是那个马上要来的德国的副总理兼财长克林拜尔。你想想他那个心情啊！本来呢，外长瓦德福尔把这个事儿搞砸了，德国那边一看，哎呀，不行，关系僵了，赶紧派财神爷克林拜尔来。他来干嘛？灭火呀，缓和关系啊！他不光要谈钱，还要搞什么党纪交流。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来陪笑脸、求合作的。他甚至还要为后续德国总理默茨访华铺路。这德国商界那帮大佬早都急死了，天天盼着默茨赶紧带队来中国，好签大单，好卖车。结果被这个瓦德福尔一闹呢，默茨的访问到现在都没影呢。好，现在克林拜尔的飞机票都买好了，他家后院呢又点了一把更大的火。我这还怎么谈呀？我这脸往哪搁呀？这一边是财长带着合作的诚意要来中国，一边是议会公然给台独通缉犯站台，挑衅中国主权。那这种一边求和一边捅刀的操作，谁能接受啊？哎，我估计啊，克林拜尔这次访问啊，就算能来，那个气氛啊也绝对好不了，搞不好啊就得重蹈他那个外长同事的覆辙，灰溜溜的回去。德国政府啊，真该清醒了，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你们换不来任何好处。相反，在很多关键领域啊，是德国有求于中国。如果德国非得在这条道上一条路走到黑，继续搞事啊，那最后损害的只能是他自己的利益。中国从来不缺合作伙伴，这个世界大得很呢。你德国的车、德国的机器不卖给中国了，你卖给谁去啊？失去了中国市场，我看你德国的经济怎么办？朋友们，咱得记住一句话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是咱们14亿中国人的底线。这条线啊，不容任何国家、任何势力来挑衅。德国，你想和中国合作，你想来赚钱，可以拿出诚意来。那什么是诚意呢？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一切涉台的错误言行，别再搞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的小动作。毕竟合作共赢，这才是大趋势。你非要逆着来，那最后啊，只能是自食恶果。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啦。那对于德国这波精分操作，你怎么看呢？评论区聊聊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